这是2.8块一斤的原糯米，如何做成更适合年轻人的气泡黄酒呢？第一步，浸泡。和做米酒一样，需要先清洗糯米3-4遍至水清。黄酒一般是冬酿，温度较低，浸泡时间大约半个月，中间也需要换水。而米酒一般是夏酿，浸泡1天即可，这是两者的一个小区别。第二步，煮米。浸泡好的糯米不需要清洗，直接带上酸浆水进行熬煮，跟做米酒的蒸略有不同。方便起见，我用电饭锅解决常规的煮饭功能。半小时后，米熟无白心，然后摊出来晾凉。第三步，拌曲。普通的米酒这一步需要加入甜酒曲搅拌均匀，而黄酒则需要加入酒母和麦曲，尤其是麦曲，这也是黄酒和米酒最大的区别。麦曲赋予了黄酒独特的风味和琥珀色的颜值。搅拌均匀后，依然是第四步，糖化发酵。这一步的作用其实就是让糯米中的淀粉转化成糖的过程，跟做米酒的差距不大，26度左右的环境，大约3-4天的时间，基本上完成糖化和初步的发酵。但下一步就是黄酒里的关键，第5步，开爬。这一步就是用木质的耙子将酒醪搅拌均匀，这是连接前期糖化和后发酵的核心工序。要控制温度均衡以及补充养分来增加发酵菌的活力，然后密封，进入漫长的第6步，后发酵。10多度的环境，再有3-4个月的时间，发酵才能彻底结束。看形态，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酒是酒，米是米了。第7步，压榨。我们需要压榨出酒液，最大化的取酒，但有一些微小固化物的存在，导致酒体的浑浊，就需要接下来的第8步，澄清。采用静置多日或者现代一点的造土快速沉降法，都可以将微小固化物沉淀至底部，然后再过滤出上层的清澈液体。第9步，杀菌。虽然酒体看起来很干净，但还有很多微生物和菌存在于酒中。为了后期更加稳定的储存和熟成，这里需采用加热至92度左右的温度，将酒液中的残菌全部杀死。然后需要第10步，储存老熟。加热完成的酒液直接趁热灌入杀菌好的陶坛里，1年的时间是黄酒最低的熟成期，颜色也会变成迷人的琥珀色。但老字号的品牌一般都把熟成期延长到5年，这样酒体的滋味更加稳定。就像会稽山这款畅销款5年陈酿，售价1瓶才20多块，着实是良心价。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也品尝到黄酒，会稽山做了新的尝试。第11步，调配打气。利用现在低度气泡酒的工艺，将5年陈的黄酒加入少量麦芽糖和龙眼浸皮液，再降至8度，注入食品级二氧化碳，就可以得到咱们心思念的气泡黄酒。这就是会稽山气泡黄酒的制作原理。相对于原味黄酒来说，冰镇的气泡黄酒来抵御夏天的炎热，尤其是再来一盘小龙虾，是很惬意的黄金搭配。而会稽山气泡黄酒系列还有柠檬和荔枝风味，酒精度低了一些，黄酒味没那么明显，反而增加了果味的气息。对于新手朋友来说，滋味更加友好。邀请粉丝品尝的草莓威士忌，今天出酒，先把酒过滤到一个大酒罐里，威士忌自身的橡木桶滋味融入到酒中，跟草莓果味做了一个很好的互补，而且融合过渡的非常自然。最早的这个实验组合让我意识到，酒的某个特点和果味互补，会让泡好的果酒更有层次。最后先装出来3瓶，送去检测。等检测合格后，我会陆续联系大家包邮送出。剩下的草莓有点多，之前都扔掉了，但总感觉有点浪费。刚好买的紫铜蒸馏器有串香装置，于是我试验一下，把草莓里的酒再蒸馏出来会怎样。第一次蒸馏得到2升38度的酒，草莓的价值基本上被我完全榨干了。不过酒看着有点浑浊，于是我决定第2次蒸馏。2次蒸馏一定会损失掉更多的果香，毕竟只是试验。蒸馏出来的酒到底能做什么用，也有待探索。最终得到1升70度带有草莓香气的蒸馏酒。大家觉得这个酒应该叫什么酒呢？去年做的红茶荔枝泡酒非常受欢迎，茶香呈现在后口，果味呈现在中口，果香和果甜呈现在前口。水果和茶搭配得当的话，整体的层次会非常的饱满。水果这2年基本上都泡遍了，接下来打算研究茶叶。现在一听到某种特殊的天然香气，就会莫名的兴奋。听闻吴裕泰的恩施玉露在制作上多了独特的裕泰密配工艺，比其他恩施玉露的海苔香多了一些馥郁花香，听着都让我心动。买回来先试泡一下。85度温水热泡的方式，茶香和花香都比较自然舒服。冰箱冷萃一版的方式会多一些茶叶的甘甜和海苔香，而且天然花香更为突出。
所以我决定采用冷萃的方式，希望独特的花香和海苔香能微妙地呈现在酒中。酒的冰点是酒精度减1除2，如果是40度酒，40减1除2等于19.5，那么这个酒精度放在零下18度的冰箱是不能结冰的，所以先降度，提前1天先将蒸馏酒调至15度后冰冻。结冰后用平滴的方式可以取自然茶香的茶点。因为最终我想要淡淡的茶香，所以水果香气不宜太足。最终我决定选用梨，最后加入少量黄冰糖，再倒入无一泰的恩施玉露茶酒，浸泡2-3个月后，我再来开封品尝。3个月前用文施玉露泡酒非常惊喜，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，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。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，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，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。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，同时增加清甜口感。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，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，后口和回味是茶香，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，不苦不涩，清新自然。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，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。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，梨的口感非常明显。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，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。吊香这个工艺，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。与浸泡的方式相比，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。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，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3个月前我泡草莓酒的时候，加入了一些橡木片，没想到口感意外的惊喜。过程是这样的。静等3个月后开封，一开盖，一种类似草莓巧克力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酒体是明亮的红宝石颜色。入口先是草莓的果味儿，中口是草莓酸酸的果甜，后口是橡木和草莓果甜的融合，回味又有一点可可的味道。整体口感非常的雅致。泡酒时加入茶叶，会给酒增添一些高雅自然的香气，而这次加入的橡木片给酒增添了许多木质香气，也使后口更加的醇厚。因为我用了3种橡木片的组合搭配，用量略有点多，导致木香盖过了果香，但依然非常好喝。